三星堆的青铜大力人是火星人的雕像，纵目面具是他们真实眼睛的样子，黄金太阳杖上刻的花纹是他们对老家火星的记忆。古蜀国的祖先其实是从火星逃难过来的难民。青铜神树上的9只金乌是他们心里9大天体的排列。三星堆最后突然消失，是他们又坐飞船回火星去了。这套说法最近起飞了，很多视频直接甩出2条看起来相当硬的证据。第一条，把某位三星堆考古团队负责人的完整采访大幅剪掉，只留下2句话：三星堆青铜器的工艺，我们现在都很难复现，它的文明来源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答案。第二条，把 NASA 的官方页面截图放出来，页面上写着，火星在大约30亿年前可能拥有液态水海洋以及类似地球的稠密大气，具备孕育生命的基本条件。2段出处都是真的，可再套上纵目面具、青铜神树、太阳崇拜，再加上一句来源尚未厘清，很多人一眼扫过去就觉得这事儿真的对上号了。既然都这么晚了，那行，咱们今天就把三星堆和火星焊在一起，看看究竟成不成。你好，地球人，我是拆解天象密码。第一种办法最简单也最直观，既然对方说古蜀人是从火星飞过来的，那咱们就按最踏实的思路走，先用化学火箭把这套逻辑跑一遍。目前人类唯一真正用来跨行星的推进技术就是化学燃料火箭，哪怕火星文明比咱们发达，起步阶段也得先绕过这道坎。要飞火星，先得知道2颗星球隔多远。地球和火星都绕着太阳转，轨道又不是完美的正圆，2颗星的距离每天都在变，最近的时候只有大约5500万公里，最远的时候能拉到4亿公里以上。人类现在真正往火星送探测器，走的都是一条叫做霍曼转移的椭圆轨道。这条轨道不走直线，它围着太阳画一个椭圆，让飞船的近日点碰上地球轨道，远日点碰上火星轨道，这样能量利用效率最高，但代价是要飞6到9个月。问题是，咱们现在算的不是送一辆探测车，人家火星人可是要一整族群举家搬迁，你得同时载人载物，还得再购返回燃料，再购几个月的生命维持系统。哪怕按最保守的估算，一个能长期维持几百人生活的星际飞船起码得有几万吨。要让这么大一个铁疙瘩飞跨几千万公里，需要的化学燃料质量能达到几百万吨甚至上千万吨。这个数字有多夸张？咱们别拿现在的液氢液氧硬扛啊，直接给火星人开外挂，安排一种理论上效率最高的化学燃料，再给他们外挂一条太空补给链。就算这样算下来，一整族人的搬迁需要的总能量大约是210的19次方焦耳。这是什么概念？相当于把全人类现在一整年消耗的所有能源全都倒进这一次搬家里，而且这只是把人搬过去，还没算他们回程，也没算他们带的青铜器、玉器、金杖、象牙，而且这还只是能量。飞6到9个月，舱里的水、氧气、食物、废物处理全都要成体系。地球现在的国际空间站里边就6个人，离地面才400公里，还得靠货运飞船一次又一次往上送补给，让一整个族群在深空里熬8个月，穿过太阳辐射极强的行星际空间，还得活着落到地球，再抱着上百件青铜配件、玉琮、象牙搭起三星堆文明。这已经不叫外星来客了，这叫一整个星际都市在搬迁。再看返回，别忘了对方讲的可不是单程票，他们说三星堆最后突然消失，是这群人又回火星去了，那就得再来一次。整个族群带着几百件重器，再爬上飞船，再耗一次同等量级的能量，飞回一颗当时已经没有海洋、没有大气、平均气温-60度的火星。你说他们是不是傻？这哪还叫逃难啊？这叫给自己搬2趟毫无意义的家。深空辐射也是长途飞行绕不开的坎。从地球到火星的路上，成员每年会累积到大约600毫西沃特的辐射剂量，是国际空间站宇航员的2倍多，是地球普通人的100-200倍。如果没有很厚的屏蔽层，几个月飞下来，飞船里的人不是被辐射打得不成样子，就是永久性丧失生育能力。要给一整族人做全程屏蔽，屏蔽层本身又是几千吨的额外质量，质量一涨，燃料再涨，飞船一大堆的问题又滚了回来。行，第一种方案化学火箭失败，但很可能不是化学燃料不够劲，是我的思路错了。人家火星文明比地球现在发达那么多，凭什么用20世纪水平的液氢液氧火箭套？给他们升个级，直接换核聚变引擎。核聚变是很多科幻小说里现成的成熟设定，理论上也是人类走出太阳系最靠谱的一条路径。聚变的能量密度和化学燃料完全不是一个量级，同样1公斤刀穿燃料爆发出来的能量大约是最好化学燃料的1000万倍。这么一看，火星人一下子就省事了。同样一次跨行星搬家，不用再拉几百万吨燃料，几十吨聚变料就够了。这么算好像有戏。可刚要开心，第二个更致命的问题就来了。聚变飞船启动得靠刀，而刀不是能从火星地表随便铲一铲子的东西，它需要从水里提取。火星在30多亿年前可能有过液态水海洋，可等到古蜀那会儿，火星海洋早消失了，
大气也包的只剩地球表面的0.6%。想在火星表面找足够的水提取到，难度已经比在地球撒哈拉沙漠里找淡水还离谱。就算他们提前几十亿年就把刀储备好了，飞船一启动，聚变反应释放出来的中子辐射是个更棘手的问题。中子不带电，不会被磁场偏转，只能靠厚实的物理屏蔽层去挡。以现在人类最好的材料计算，想让飞船里的人在长途聚变飞行中活得下来，屏蔽层的厚度得达到几米，重量占到整个飞船质量的1半以上。能量套娃极限是什么意思？咱们不用被定义，你就记住，你想飞得远，就得带更多燃料，燃料一多，飞船就得更大，飞船一大，就要更厚的屏蔽，屏蔽一厚，飞船就更重，飞船一重，你又得带更多燃料，这样一圈套一圈，你算完一个真的可以在几百人跨行星迁徙的聚变飞船，大概率会发现它的体积得跟火星的2颗小卫星差不多大，而这2颗小卫星，火卫1直径20来公里，火卫2直径10几公里，都是实打实的天体。造这么大一个东西丢到轨道上，火星人还没起飞，火星那边的天空里已经多了2个新月亮。行，聚变方案也失败了，不过也可能是我把技术卡得太老气了。人家一个能跨行星迁徙的文明，凭什么用聚变这种落后玩意儿？那咱们再往上加，直接给火星人上曲速引擎，上虫洞，上反物质推进，总不能再拿能量当借口了吧？按人类目前对文明尺度的分类，能造出这一类推进器的水平，已经属于所谓的卡尔达肖夫2型文明往上。2型文明是苏联天体物理学家卡尔达肖夫在上世纪60年代提出的假设，它的标志是能够利用一整颗恒星的全部能量输出。什么概念？就是他们能造一个包裹整个太阳的巨型结构，把太阳每秒钟辐射出来的400万亿兆瓦的能量全部收进来，再用这些能量做事情。到了这一步，飞跨太阳系确实不再是问题，可仔细一算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这种规模的工程，别说4000年前的地球看不见，他们要是真的在火星轨道附近搞过一个包裹太阳的巨型结构，直到今天，太阳系里也应该还留着大片建筑残骸、极端异常的红外辐射余温，以及被扰动过的磁场痕迹。哪怕过去3000年、5000年，这些痕迹在近轨道的天文观测里也能被检测出来。可现在实际的数据是，太阳的能量输出曲线光滑的像一张体检报告，水星附近没有可疑的漂浮，金星、木星、火星的轨道也没有那种明显的人造能量结构存在过的迹象。整个太阳系除了小行星带、彗星、探测器和空间站，没有找到任何一件明显不属于自然形成物的大件工程。当然，宇宙里也不是没有2个天体紧挨着的现成例子。天文学家很早就观测到过一类叫做双小行星的系统，2颗小行星在极近距离绕转，中间只隔几十公里到几百公里，这不就是现成的2个星球互相靠近的模型吗？既然它们能凑得那么近，火星人从火星飞到地球又有什么难？可仔细一算，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那种双小行星系统里的每颗小行星直径也就1-2公里，加起来的质量还不到火星质量的1亿分之一。它们之所以能长期紧挨着，靠的是极其低速的相对运动。换成火星到地球，那是行星尺度的整体位移，是几十亿吨的物体做几亿公里的强机动，能量差的根本不是一个量级。说白了，拿几公里的小天体去套整个行星文明的迁徙，本质就是拿芝麻的运动去比一整片西瓜地的搬运。第3个模型也没能把火星人救回来。那咱们换个方向想，也许火星文明确实存在过，只是搬到地球这件事不是发生在4000年前的3星堆时代，而是发生在更早的多的时候。他们早就搬过来了，过了几十万年、上百万年，才慢慢演化出了3星堆这一支族群。这样一来，能量、飞船这些技术难题都可以让给足够长的时间去消化。按这条路子走，时间就成了新的关键。火星曾经有过液态水这件事是有明确证据支持的，可火星海洋大规模存在的时期大约在35到40亿年前。到了30亿年前左右，火星磁场消失，大气开始被太阳风一点点包掉。等到20亿年前，火星表面已经基本上是荒原，液态水在几亿年之内被冻的冻，蒸发的蒸发，能孕育生命的窗口前后不过5到10亿年。如果火星真的曾经诞生过文明，窗口期最晚也得往前推到30亿年前左右。可地球上被广泛接受的现代人类学起点是20万到30万年前，3星堆遗址的年代是3200到4800年前之间，中间隔了差不多30亿年。30亿年是什么概念？地球从最早的单细胞生物到长出眼睛，爬上陆地，变成恐龙，再灭绝，演化出哺乳动物，最后出现人类，总共也就用了这么久。你让一个高度发达的火星文明搬到地球以后，再等30亿年才建成3星堆，他们这30亿年是躺在山洞里吃土吗？这中间随便一个环节，他们的技术、语言、文字、文化都会被环境和演化重塑无数次，变成什么样都可能，但绝不会还保留着我从火星来，我要用青铜刻9个金乌纪念故乡这种一板一眼的记忆。30亿年的自然选择
足够把任何生物的基本形态改造过若干次，更别说文化的传承。当然，我也知道火星生命窗口具体多长，学界还在讨论。近几年，好奇号、毅力号在火星土壤和岩层里找到过一些复杂有机物的痕迹，也检测到甲烷含量的季节性波动。这些迹象都说明火星在过去某个时期至少具备孕育微生物的环境。但即便按最乐观的估计，火星表面的宜居窗口在30亿年前就基本关上了。而在整个火星轨道器、着陆器、巡视器几十年的观测里，始终没有找到任何一件可以解释为文明遗迹的物件。没有城市废墟，没有金属遗物，没有对称几何的建筑轮廓。30亿年再宽容，也拉不出一个能造飞船跨行星迁徙的族群。说到这，其实就清楚了。NASA 说火星曾经拥有过液态水海洋，这句话没毛病。科学家说火星具备过孕育微生物的条件，也没毛病。有问题的是我们的理解，我们把火星曾经宜居理解成了火星曾经有过高等文明。有水不等于有生命，有生命不等于有复杂生命，有复杂生命也不等于有会造飞船的文明。30亿年前有可能存在过的，顶多是浮游在水里的单细胞菌落，把它们等同于三星堆的祖先，中间隔了整个生命演化史。同样，三星堆考古团队负责人说，目前对三星堆文明的来源还没有一个明确答案。这句话也没毛病，可他的意思不是这个文明可能来自外星，而是我们暂时还不能完整回答它和中原文明、长江中游文明、四川本地新石器文化之间的准确关系。学界现在的主流看法是，三星堆继承了川西平原的宝墩文化，又和中原商王朝、江汉平原、云南滇池地区都有过一定程度的物质与文化交流，同时走出了自己非常特别的一条艺术路线。依据来源尚未彻底厘清，到了自媒体那里被剪成了来源是个未解之谜，再被贴到火星上面。这个过程里，专家原话没错，火星研究也没错，错的是我们把两句话粘在一起时自己脑补出来的那条空缺。可还有最后一种可能，也许火星生命窗口不是30亿年前关闭的，也许火星文明是在几千年前才逃出来的。那我们主流的火星研究就是错的。那咱们不妨算一下，假如3000多年前火星确实还是宜居的，还长着郁郁葱葱的原生植物，还有海洋，还有一整个族群，这背后地球和火星应该会是什么样？首先，如果火星到3000年前还宜居，那火星磁场就不该在30亿年前就消失。可地质学家研究的是火星岩石本身的胜磁，岩石里的铁磁性矿物在磁场中冷却下来那一刻，会把当时磁场的方向和强度记录下来，这就像录音带，一录就是几十亿年不变。目前从火星表面采样和探测器数据分析出来的结果非常清楚，火星磁场的核心动能在几十亿年前就熄灭了。要推翻这一点，就得推翻整套岩石胜磁的研究，连带着地球古地磁学、月球古地磁学以及一大批依赖这些数据的行星科学模型一起都得作废。其次，如果火星文明真的能造出星际飞船飞到地球，他们对地球的观测能力也应该非常强。这样的文明在飞过来之前，起码会通过望远镜、无线电、探测器这些手段，先摸清地球早已经有了正在崛起的原住民，选择在4000年前的四川盆地一头扎下去，还带来一整套跟中原文化完全脱节的青铜工艺、玉器体系、祭祀方式，却在几百年后又莫名其妙消失。这不像一个星际文明干的事，像什么呢？像一个和商周同期发展但独立于中原的地方性青铜文明。顺着这条思路再往下推一步，一个星际文明不会只留下青铜器和玉器，他们至少要留下高纯度的稀有金属，留下不属于当地的稳定同位素比例，留下无法用青铜时代的地方冶金还原的加工痕迹。目前对三星堆青铜器的金属成分分析、铅同位素比例研究得出的结论都指向一件事，它们的原料主要来自四川及邻近地区的矿脉。冶炼工艺也和中原、长江中游同时期文明有明显的技术连续性，只是在艺术表达上走出了极具地方特色的一条路。金属跑不掉，如果这批器物真的是从火星带过来的，金属成分不该跟四川本地的矿脉严丝合缝。再往下，一个星际文明的痕迹绝对不会只留在青铜器上，他们的居住区应该会有陶瓷电路、金属复合薄膜、高分子塑料、光学玻璃碎片。可三星堆遗址挖了将近100年，从最早的月亮湾发现，到1986年的1号坑、2号坑，再到2019年之后陆续开放的3号坑到8号坑，几个祭祀坑里出土的是青铜、金、玉、象牙、海贝，是标准的青铜时代考古学面貌。他们的祭祀方式、埋藏方式和同时期的中原、长江中游文明是有明确对话关系的。祭祀众神权，以象牙玉器沟通天地，这些做法在良渚、石峁、殷墟里都有各自的版本。三星堆的独特在于它把这些东西玩出了极高的艺术强度，但它没有跳出人类青铜文明的物质框架。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几千年前，考古就不会只挖出青铜器和玉器，还应该挖出高分子材料、复合金属乃至陶瓷电路的碎片。如果这件事发生在30亿年前，那时候地球上正是最早的单细胞刚刚开始出现，
更没人在那儿造飞船，两头都对不上。而且如果这件事真的发生在4000年前，古人怎么可能只把纵目这一个视觉特征刻下来，却完全没有提到飞船、天空、跨海之地、一星光年这些他们必须亲眼见过的东西？任何一个真正跟外来星际族群接触过的文明，都不可能只把对方描述成眼睛比较突出，然后什么都不记。人类的记忆再糟糕，亲眼见过一次跨行星飞船降落，总会留下点关于从天上来的巨响、光柱、云中之气的传说。可翻遍《华阳国志》《蜀王本纪》《山海经》，都找不到这种符合星际来客特征的场景。最后，咱们再回到古籍本身，最早明确记载古蜀的文献是东汉杨雄的《蜀王本纪》。这本书今天已经散佚了，只在《文选注》《太平御览》等唐宋类书里保留下若干片段，里面提到蜀国的开创者叫蚕丛，后面依次是百冠、于福、杜宇、开明，一共5个王室。到了近代长渠的《华阳国志》，才把这一整套蜀国世系讲得比较完整。《华阳国志·蜀志》里有一句非常关键的话：周师纲记，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史称王。也就是说，古蜀第一位王的眼睛是纵目，这就是三星堆纵目面具的真实来源。这跟火星人的圆柱状眼睛没有任何关系。纵目在古汉语里的意思，大概率是眼球突出，瞳孔较竖，可能是古人对某种病理特征或部落图腾的抽象化描述，也可能是一种带有神话色彩的美学夸张。真正被古籍传下来的是关于蚕丛的形貌描述、蜀国的开国故事、蜀地的地理位置。至于火星、外星、超光速飞船这些内容，古籍里一样都没有。《山海经》的大荒西经里提到过若干西南山川的名字，也提到过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有大禹所生之处这样的地理描述，但里面没有任何一句提到蜀人来自天上，更没提任何跨行星迁徙。真正把三星堆和外星文明拼在一起的，是最近10几年互联网上的一波自媒体创作。他们把《蜀王本纪》里的纵目拆下来，配上 NASA 的火星宜居研究，再糊上一段被剪辑过的来源尚未厘清的采访，重新拼接出了一整套新神话。我们今天看到的这套完整故事，更像是把几段古籍里的地方传说、现代天体生物学的研究结论，还有一位考古学家被剪辑过的一句感慨，重新缝合出来的一套新传说。它有神秘感，有科学感，还带点浪漫，可它没有考古学、天文学、行星科学任何一环的实际证据支撑，所以折腾到最后，能站住脚的只有前半句。三星堆确实是一个高度独立、艺术风格惊人、来源尚未彻底厘清的古文明，它的青铜工艺、玉器造型、祭祀体系都足够让人震撼。可再往下延伸一步，说古蜀人从火星飞过来，说纵目面具是外星面孔，说三星堆消失是他们回老家了，这就不是浪漫了，是拉硬伤。一个真正的星际文明不会在地球上只留下几件青铜器和一堆象牙就再也不见踪影，它会改写整颗行星的技术、政治、生物、语言。它不会跟三星堆周边的宝墩文化、金沙文化、12桥文化呈现出那么明显的本地演化联系。它更不会把自己的星际起源悄悄埋在一句其目纵里，再让后人2000年后靠自媒体拼凑出来。神话当然可以浪漫，不管是蚕丛的纵目、渔夫的囹圄，还是青铜神树上的9只金乌，都是古蜀人给这个世界留下的美学与宇宙观。它们不需要被解释成外星飞船才有价值，它们本身就是人类想象力最壮阔的一段结晶。但真要拿三星堆的青铜器去焊上一颗30亿年前才有过生命窗口的火星，咱们还是得看看物理答不答应。这个结论不违反物理，只是稍微有点对不起我们这一期拼命抢救的火星文明。我是拆解天象密码，咱们下个宇宙见。